男孩将握在手里的一把麻绳伸向了对面的同伴，接着大家就像商量好的一样，每人都有序地抽出一根。他们并不是在做游戏，而是在抓阄。虽说这种方式绝对公平，但根本没人想做那个倒霉蛋，因为这里敢于反抗的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。可偏偏男主就抽中了最短的那根绳子，而他的命运又将如何被改写？这部根据同名小说被改编过多次的电影，向观众深刻地揭示了19世纪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黑暗，阶级压迫和虐待儿童已成常态。9岁的奥利弗因为失去父母而被送进了童工厂，在这里他和其他孩子一样，每天都要从事繁重的劳动，但每顿只能得到极少的食物。深夜有个孩子饿到睡不着，只能起来来回踱步。Give it a rest, Julio. We're trying to sleep. Can't sleep. Too hungry. We're all hungry. 最终经过小伙伴们一致决议，决定向厂方提议每餐可以多给一点粥吃，否则他们就要被饿死了。但在严苛的管理和压迫之下，孩子们没人敢出头，无奈他们只能抽签。好巧的是，刚来不久的奥利弗抽到了那根最短的麻绳，带着全体同工的希望，他战战兢兢地走向管理员，但自己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其他的孩子都转头看向他。 Please, sir. I want some more. What? Please, sir. I want some more. 也正是因为这句话，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。管理员对眼前这个大胆的家伙感到震惊和愤怒，随即将此事禀报了厂方。长着一张鹅蛋脸的厂长听了下属的话之后火冒三丈，他绝不允许这种反骨仔的存在。他命人张贴告示，决定以5英镑卖掉奥利弗。恰逢一个烟囱清洁工看到了广告，他成功的说服了厂方人员，想买走奥利弗。但在法庭上即将签契约的时候，男孩却被眼前这个红口白牙的男人吓到了。法官突然发现满脸苍白的奥利弗。My boy, you look pale and alarmed. What's the matter? 男孩道出了实情，他不想被眼前的男人带走。法官随即拒绝了签写契约的申请，事情也只能作罢。但为了送走男孩，院方紧接着又将他卖给了棺材店老板做学徒。在这里，他虽然不用再忍受饥饿，但却经常受到老板娘的欺负，就连平时吃饭也要被要求到角落里去吃。更让奥利弗难以接受的是，另外一名学徒诺亚故意找事辱骂他的母亲，这彻底激怒了奥利弗。他扑向对方，不顾他的喊叫，拳头像雨点般的砸向这个嘴贱的家伙。他誓死都要捍卫母亲的声誉。管家和老板娘急忙拉开了两人，但显然他们在拉偏架。诺亚也狗仗人势，开始还击报复。挥掌之间，奥利弗被扔进了小黑屋。随后3人在老板面前对男孩一顿污蔑，诺亚添油加醋，老太太也煽风点火。无奈老板只能惩罚了可怜的奥利弗。最终男孩不堪忍受这样的生活，在一个夜晚偷偷逃离了棺材店，但前往伦敦的路程是漫长的，困了奥利弗就钻进草堆里睡觉，渴了就在水坑里应付几口脏水。最难熬的是肚子饿的时候，他敲开一个农户家的门，只是想讨口吃的，没想到却被主人直接轰走。就这样因为饥饿，奥利弗终于扛不住了，倒在了路上。好在被一个老妇人看到，他救下了男孩，并且把为数不多的食物拿出给他吃。这是他这段时间遇到的第一个好人。老奶奶对男孩的遭遇表示同情，在吃饱睡足之后，他告别了妇人，继续前行。待到达伦敦之后，奥利弗已经虚弱地瘫倒在街角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第一个人，名叫道金斯，绰号机灵鬼，一个穿得像个绅士的小偷。言语之间，他们已经成为了朋友。看到哥们饿着肚子，机灵鬼在奥利弗面前秀了一把。得知男孩没有住的地方，他把奥利弗带到了自己的住处。奥利弗误认为对方是一个好人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此刻自己已经踏入了一个贼窝。在这里，他见到了一个老头，名叫费金，也是这里的主人。表面上他是一个商人，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盗窃团伙的头目。他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，训练他们成为小偷，然后为自己谋取利益。虽然费金不是什么好人，但他对奥利弗要比童工厂的那帮家伙好很多，至少在这里不会挨饿。但世上毕竟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待时机成熟，费金便开始传授奥利弗看家本领，他让手下小弟们亲手示范。起初奥利弗并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，只顾在一旁像个观众一样的傻笑。在轻松的氛围中，一次现场教学就完成了。而在这里，奥利弗又认识了2个女孩，一个名叫贝特，另外一个名叫南希。她们也是从小被收留的孤儿，平时跟着一个名叫比尔的混混讨生活。但南希却是这个团伙里对奥利弗最好的，甚至最后为了救男孩，自己却惨遭坏人迫害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这天费金意识到奥利弗应该打卡上班了，他让男孩亲手实操，能将自己口袋里的手帕偷走。没想到奥利弗刚靠近他就轻松得手。看到男孩的战利品，老头庆幸到又多了一个帮手，还高兴地奖励了他1枚硬币和1双鞋子，还不忘送上祝福语：你小子以后一定是个大人物。殊不知奥利弗和同伴第一次上街，他们团伙就栽了大跟头。
在街上，他们一边玩耍，一边物色作案目标。很快，一个站在书店门口的老者便成为了他们的猎物。机灵鬼和同伴娴熟地走向对面，先是假模假样的看书，紧接着便很丝滑地取走手帕。同伴见状接过，好一个行如流水。旁边的奥利弗直接愣住了。就在此时，书店的老板冲了出来，大声喊道：“抓住小偷！”机灵鬼两人撒腿就跑。眼见老头追上来了，赶紧跑呀！可这一跑却引来了更多人的追赶，众人边追边高喊抓贼。街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加入这个行列，机灵鬼和同伴也趁乱混入人群，他们可真是正义之士啊！就在这时，人群中一个老头对着奥利弗迎面就是一拳，可怜的小家伙当场昏倒。也正是这一拳，却直接救了他。之后，奥利弗就被警察和当事人带到了法庭。一听对方居无定所是个小偷，法官随即就义正言辞的要判他苦役3个月。而虚弱的男孩再次昏倒，法官满眼鄙夷的看向他，少在我的面前装死。正当警察要带走男孩时，书店老板却拍马赶到，他向众人解释：“我是目击证人，这个孩子不是小偷，顺走手帕的是另外2个男孩，他是无辜的。”书店老板的证词让奥利弗逃过一劫。看到因为自己的误会而受到惊吓的男孩，当事人布朗罗先生很是愧疚，于是他决定将奥利弗带回家里。在老人家里，奥利弗被管家悉心照顾，不仅不用饿肚子，还拥有属于自己的卧室和大床。而费金这边把行动翻车的责任怪到了机灵鬼身上，他担心奥利弗要是和警察交代点什么，自己肯定脱不开关系。他把火全部撒在男孩身上，不禁动起手来。他抓起杯子砸向男孩，正巧砸到刚进门的男人身上。他就是这个团伙的合伙人比尔，不仅粗鲁蛮横，而且凶残至极，这里所有的人都惧怕他。他身边名叫大牛的恶犬也像他一样凶残。当得知奥利弗已经落到了警察手里，比尔担心他会交代实情，从而会影响自己的利益。随即他决定让南希去警局探探口风，他想知道现在奥利弗身在何处。女孩起初不愿意去做此事，但又不敢违拗他。南希经过一番装扮，见到了值班警察，他哭诉自己的弟弟前几天被带到这里，接着这人就不见了。当天执勤的老警察告诉他，你弟弟是被一个老人带走的。他还给了南希一张名片，原来那天布朗罗先生来配合处理案件，将一张名片丢在了现场。南希对警察感激万分，殊不知这张名片即将会让奥利弗踏入深渊之中。比尔带着南希根据地址来到了布朗罗家里，并且亲眼见到了奥利弗。恰逢此时老人安排男孩去送书，毫不知情的他按照地址赶往目的地，没想到南希一把抱住了他。躲在暗处的比尔得知女孩得手后，随即现身，任凭奥利弗呼喊救命。无奈两人一唱一和，还是掳走了他。本想逃离那个贼窝，但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里。而就在这时，奥利弗趁众人不注意，夺门跑了出去。这个地方他一刻都不想待了。恶犬大牛刚要扑出去咬住男孩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南希关上了门。Serve him right, side or I'll split your head against the wall. I don't care. That child shan't be torn down by the dog unless you kill me first. 愤怒的比尔一拳将女孩打倒，他不允许任何人破坏他的计划，因为他内心里早就在酝酿一笔大生意了。但奥利弗悲惨的命运好像一直在复刻，在跑了几个胡同之后，最终还是没能逃出费金的魔掌。为了惩罚奥利弗逃跑，老头用拐杖砸向男孩。南希见状，一把夺掉他手中的拐杖。虽然比尔他不敢惹，但对待费金他丝毫不怵。你这个恶魔老鬼，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孩子？又想到费金以前也是这样对待自己的，女孩不禁恨得咬牙切齿。而费金也不甘示弱，越说越气的南希不禁开始用拳头捶打老费。比尔眼见场面失控，拉开女孩一把将她推倒在地，因为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之后的日子里，费金担心奥利弗还会再次逃跑，整日都看着男孩。他责怪奥利弗忘恩负义，我为你提供吃的住的，你还要跑去找警察，要是没有我，你早就被饿死了。他想用这些话感动男孩，让他安心待在这里，因为比尔下一步的计划，奥利弗是成功的关键因素。就在这天晚上，费金将男孩送上了一架马车上，而马车里坐着的正是南希。女孩根本没有意识到比尔要做什么，还单纯的以为只要奥利弗乖一点，就不会有麻烦。可一见到比尔，画风却突然变了。男人掏出一把枪，直接举在奥利弗面前，并威胁道：和我出去的时候最好听我的话，你敢多说一句话，我就打爆你的脑袋。说完，两人就走向了黑夜之中。原来比尔的计划就是让奥利弗作为内应，偷窃布朗罗先生的家里，而他的另外一个同伙红毛此时已经在等待和他会合。臭味相投的两人对这次行动信心满满。待作案工具准备齐全之后，三人直接奔向了目的地。直到来到老人家，奥利弗此刻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。他挣扎的想要离开，无奈比尔的枪口对准他，男孩只能照做。红毛用撬棍撬开窗户，比尔吩咐奥利弗进去之后，将入户门打开，然后他们进去整点值钱的东西。接着他托起男孩，从窗户把他塞了进去。奥利弗本想趁此机会直接跑上楼喊醒布朗罗先生，可看到比尔黑漆漆的枪口，无奈只能乖乖的打开了大门。
但房间里的动静很快引起了管家的注意，而就在门打开的瞬间，老人也拿枪快步走出卧室。见到主人现身的那一刻，奥利弗连忙大声的呼救，两人也开始互相射击，但比尔子弹却击中了奥利弗，男孩随即从楼梯上滚落下来。男人见状，慌忙抱起他，三人一并逃离了现场。但在返程的路上，做贼心虚的比尔不小心滑落掉进了河里，红毛也管不了那么多，拖着奥利弗直接溜走，行动再次失败，奥利弗受伤，比尔生死未卜。费金一边命令机灵鬼照顾男孩，一边听红毛诉说他们的经历。次日，费金直接来到比尔的住处。这个恶汉真是命大，只是得了重感冒，但他最担心的不是奥利弗的伤情，而是怕他出卖自己。于是和费金窃窃私语，过几天就要结果掉男孩，以免节外生枝。但这番话却被一旁的南希听到，他要救奥利弗，无奈自己并没有能力，只能借助外力来帮助男孩。于是他偷偷地将安眠药掺在比尔的药里，直到费金走后，他才将药送给比尔服下。待男人熟睡时，他再次来到了布朗罗的家里，但不巧的是，主人并没在家，女孩只能请管家帮忙带个话，约定周日凌晨在伦敦桥碰面。如果当天自己不能赴约，次日凌晨一定会来。他有很重要的事情告知老先生。因为奥利弗的事，南希总是心不在焉。这天晚上，正当他准备外出赴约的时候，比尔却阻止了他。这个时候他不想再出幺蛾子了，于是警告女孩最好乖乖的待在家里，否则会让大牛撕了他。但解救奥利弗迫在眉睫，南希只能苦苦相求，但恶汉还是抓起他的头发，直接拽到了房间里。他不明白女孩大半夜为什么要出去，但费金似乎察觉出了他的异样。虽然他不想杀掉奥利弗，但更不想被警察端掉他们。于是他吩咐机灵鬼要时刻监视南希的一举一动，不管他去了哪里，见了谁，说了什么，你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的深夜，南希在桥上见到了布朗罗先生。他告诉对方，奥利弗此刻正在被费金控制，过几天他就会死在另外一个混蛋的手里，希望老先生去报警，要赶紧救出男孩。随后他说出了费金的住址，但自始至终都没有出卖比尔，他只想救出奥利弗。殊不知他们的谈话被伏于一旁的机灵鬼听到了。随即他找到费金，可比尔也在老头身边。他本想单独告诉费金，但迫于比尔的淫威，他还是把南希对老者说的话全部告诉了二人。他听到了费金和奥利弗的名字，估计今晚警察就会来到这里，他们这个团伙危在旦夕。比尔听到这里火冒三丈，他无法忍受南希的背叛，转身就要回去清理门户，但费金深知他的狠辣，抵住门让他不要冲动。无奈恶魔上头，谁也阻拦不住。而从这一刻起，南希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。反观费金这边，也在慌忙的组织团伙逃跑，想先去红毛那边暂避风头。他试图想保存这支能给他带来巨大利益的团伙，但他的丧钟已然敲响。此时比尔带着恶犬也已经来到南希床前，女孩却丝毫没发现危险已经降临。她热情打着招呼，见男人没有回应，她又拿起蜡烛缓缓靠近，质疑他为什么要这样看着自己。随着比尔打翻他手中的蜡烛，女孩的生命也即将陷入黑暗。比尔告诉她，你今晚所做的一切都被人发现了。看着眼前的男人，眼中充满怒火，南希主动向前拥抱，以示忠心。Every word you said was heard. I never said your name, Bill. Never. Never. Bill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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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顷刻间，这个疯狂的家伙就夺去了南希的生命。次日，贝特来送早饭的时候，却发现了地板上的血迹。他在惊吓中报了警。随后，关于年轻女孩被暴力致死的消息迅速登报，并悬赏犯罪嫌疑人塞克斯比尔。红毛向众人读着报纸上的通告。费金听闻已如惊弓之鸟，而奥利弗得知南希被害，更是痛心不已。一张张通缉的告示此时已经张贴在大街小巷。这时的比尔正带着大牛准备远离伦敦，不过他刚刚走出一半的路程，就立马改变了想法。他决定返回伦敦，先找费金搞点好处费，再继续逃亡去往法国。但满街的告示让他无处遁形，而在临走之前，他还要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处理掉自己的狗狗，以免给警察留下破案的线索。但大牛可不是傻狗，他嗅到了主人的杀机。就在比尔下死手的那一刻，狗狗直接咬住了绳子，接着转身一溜烟的跑掉了。而众人很快便在酒吧门口发现了狗狗，这就说明比尔就在附近。而此时布朗罗先生正在警局，他希望警察可以出动警力去解救奥利弗，但警长的意思是先逮住比尔，那样捉到费金也就是小问题了。随后警察便报告了发现狗狗的线索。深夜时分，红毛透过窗户看到了前来的比尔，他将消息告诉大家。此时众人表情全部凝重起来，看到男人闪现在面前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搭理这个凶残的家伙，因为他对待南希太过残忍。现场的气氛此刻达到了冰点，而比尔也发现了大牛就在不远处，冲着窗户正在狂叫。他让机灵鬼赶紧把他带进来，但机灵鬼此刻心怀愧疚，他认为是自己间接害死了南希。他让比尔赶紧滚开，否则就会告发他的罪行。这里的所有人都可以作证。话音刚落，两人便扭打在了一起。正当两人
年战役正酣的时候，警察顺着大牛的叫声也已经找到了这里。这时机灵鬼已被掀翻在地，起身之后，他第一时间就推开了窗户。Help! He's here! Break down the door! Help! Come on, please! 但此时的比尔已经杀红了眼，他一把拽走机灵鬼，还疯狂地冲着人群大声挑衅，直到警察开了一枪才让他缩了回去。见此情形，比尔知道自己想要一个人离开肯定是行不通的，他顺势一把从费金手里抓走奥利弗，唯有以他为止，才可保自己安全。这个上头的家伙抱着男孩，沿着屋檐一边踱步，一边冲着下方叫嚣。为保男孩安全，布朗罗先生阻止了警察的射击，但这也给了比尔逃跑的机会。两人攀爬着陡峭的房顶，没多久就跃到了房子的背面，众人也一并涌向对果。警察眼见男人身体悬空，随即射击，但子弹偏出，又让这个疯子多活了几秒。他带着奥利弗顺着连廊继续逃跑，但穿过2间屋子后，前面已经无路可走了。如何到达对面？只有借助眼前的滑轮绳索了。他握住绳子，拉出足以逃生的长度，接着熟练地打出一个结，直接套在了自己身上。而此刻下方已经挤满了人，但这些都没有打乱男人的思绪。他一把抱过奥利弗，一个助跑在绳子的牵引下，两人在空中顺时针自转了1圈半，最终有惊无险地到了对面。可就在他要解开绳索的时候，大牛却在对面冲男人叫了几声。男人一转身，但脚下一滑，绳索直接勒住脖子，皓月当空，恶犬狂吠，坏事做尽自有天收，滑稽而又荒诞。比尔联合自己的爱犬，一人一狗，最终杀死了自己。危机终于解除，奥利弗又回到了恩主布朗罗先生的身边，大家对他的平安归来感到非常高兴，但男孩看起来却忧心忡忡。原来他希望再去看一下费金，就当送他最后一程。布朗罗先生答应了他的请求，陪他一起来到了监狱。在阴暗的牢房中，男孩如愿见到了老头，而此时的费金已经神志不清，但当他看到奥利弗时，却一把直接抱住了男孩。狱警刚要上前阻止，奥利弗却说没有关系，我不害怕，因为在他眼中，费金并不是一个坏人。虽然他打过自己，也差点让自己做了小偷，但他毕竟救过自己。男孩希望费金可以和自己一起祈祷，但此时老头又变得神志不清，他不愿意松开奥利弗。最终在狱警的帮助下，老头才被迫松开了手。男孩双眼噙满泪水离开了牢房，而监狱外边也已经是人头攒动。他透过马车的窗户看到，不远处的绞刑架已经搭好，这也就意味着费金即将被审判。而马车上，男孩和恩主互相对视，然后相拥，迎接奥利弗的新生活即将起航。至此，全片结束。电影上映于2005年，根据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同名小说《雾都孤儿》改编。影片深刻地表达了对社会黑暗的批判，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，既有善良正义的一面，也有邪恶自私的一面。奥利弗在遭受了无数的苦难和不公后，依然保持着善良和纯真的本性，始终没有放弃对美好的向往。恩主布朗罗先生和管家梅莱夫人的善良和同情心，也在彼时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。他们不计回报地帮助奥利弗，则展现了人性的无限光辉。反观比尔、费金等人，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，他们的残忍和贪婪让人不寒而栗。南希则是一个处于善恶边缘的人物，同样也是被恶人控制下的悲惨群体。他虽然身处黑暗，但内心的光亮并未完全熄灭。他对奥利弗的帮助，以及最终为了救他而付出生命的行为，又让观众看到了人性中挣扎与救赎的一面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